妻含着泪水问：“弟弟，你哥哥会怎样处理？”他嘛，枪毙。妻背着才4个月的孩子直奔县城，希望能做最后一次见面。1950年11月25日，妻生了一个男孩，女儿儿子都有了，喜悦充满了大脑的每个角落。我给他命名唐经，唐有中国之意，因美称中国人住的街道叫唐人街，经有伟大之意，希望他成长以后热爱伟大的祖国，对祖国做出伟大的贡献。这时我的诊所越来越兴旺，远近闻名，看病的人很多，门诊出诊忙个不停，但我精神很焕发，不知道累，决定用自己的智力和汗水闯出一条路来。县里的工作队在我乡开会，说我村是台湾，我村有公司经理、省参议员、区长，又是较大的富有者，加上我这军官，说是4大金刚。但我并不在意，我是解放军医院遣送回家的，回家后没说过反共的话，没做过反共的事。我还发动过献枪献粮、知识青年参军，心里很平静地开拓我的生活之路。冬天的早晨，雾气笼罩着整个山村，7座月还没起床，解放军的连长带了一班人紧紧包围我的住房，进门搜索。因我已去10公里的表姐家看病，扑了一空。连长带着手枪转身奔向我表姐家，找到了我，说是县里开会决定要逮捕我，没有什么大事，问问清楚就可回家。我没作声，押着我回村政府的临时牢房，里面已关了3个人，2个是我们村里人，另一个是邻村当过株洲警察局长的，他们的脸上都带有几分愁容。我来陪你们了，我带着笑容说。关了2天，由民兵押解县牢房，进牢门进行了严格检查，除衣被外什么也不准带，裤带也解下了。检查人追问我的手表，我说没带来，又再次摸我的衣裤的口袋。检查完毕，我们分开关入牢房，身子刚进门就锁上了。牢房的中间有个小院子，院子的4周都是牢房，依次编号。看管囚犯的枪兵站在院子中，可看到各个牢房的动静。牢房朝院子的一面没有墙壁，都是用原木柱装成栏栅，再用粗铁钉加固，另外再没有铁窗。一间牢房靠墙开着一张大床，挨着可睡12个囚犯。床缘有一条可容一人走动的夹道，夹道的最里面挨壁放着一个小便桶。新来的睡最末的床位，组长睡最前床位，面向院子，臭气最小。中间是暗进牢的先后，依次挨着睡。我睡了2天末位，组长提出去了。所长叫另选组长，前组长提到哪儿去了？大家心照不宣，囚犯们选我当组长，我跳到最前床位了。牢里的规矩很严，小便和吐痰，只要误落1点1滴在桶边缘桶外，就要处罚倒小便桶1次。如果泻肚子，在小便桶里拉1次大便，便要处罚倒洗小便桶3天。每天按牢房编号顺序，开放牢门一次去厕所，锁好前一个才能开下一个牢房，叫做放风。厕所在院子的一角，囚犯不管有没有大便，都不会放弃难得伸腿走几步的机会。坐牢的人大多数是国民党党政军人员，其他就是管田地山岭多的地主和当地有权威的士绅。这些人解放后连说话也生怕犯错误，
守口如瓶。即使有个别说怪话、搞反动的，杀意可以警摆，为什么要全部关押呢？回忆我在华东野战医院的指导员临别时的谈话：你是从解放军遣送回家的，人民政府和群众是会谅解的，只要不反共，安心搞生产。这些话仍在耳际来回的萦绕。我想的是如何开好我的诊所，做到自食其力。不管谁执政，只要能使国家独立自主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，就心满意足了。现在落到这样田地，还能说什么呢？关押了大半年，对我的案件不审不问。1951年7月调，我到劳改队劳动改造、修公路、锤石方，并指定我当组长。队长知道我开过诊所和缝纫店，要我领了一些药，为犯人看病，又问我会不会缝衣。我告知他只会踩缝纫机，缝手工会一点，不会裁剪。队长叫别人裁了一条蓝色短裤，我仿照期的手法给他缝好了，他很满意。后来又要我主编必报，我害怕惹来麻烦，请他另选好手，他一定要我干，我成了一个忙碌的犯人。1951年的春天，各地都响应中央号召，轰轰烈烈搞镇压反革命运动。我被提回乡，作为全乡斗争大会的斗争对象，斗的是全乡最严重的镇压对象。挨斗的人都关在一间楼房里，隔壁就是乡会议室。晚上，县工作队和法官召集评估农主席团开会，收集挨斗者的斗争材料，隐隐约约可以提到我的名字。评估农说，他从小就外出，没在家乡做过事，回家以后自动放弃他家借给穷困人贷款，没有欺压穷人的事实。第二天，各村都敲锣打鼓，跳着秧歌舞来到斗争场，把内定挨斗的人按次揪上台，斗完一个下台后，再揪另一个上台斗。每个揪上台时都高喊口号，声震云霄，宣称是说理斗争，但斗时仍是动口骂人，动手打人。我等着叫名去挨整挨斗，直到散会，群众打着锣鼓回村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次日，民兵押解我回县，其他5人再没回县监牢里了。途径就是乡，一个姓李的公安员，这人离我家仅7公里，因在农村搞阶级斗争特别积极，提升了公安干部。他提我去审问，抓起驳壳枪放在桌上，一股杀气地问：你在国民党当过什么官？老实交代。我当过师的中校副官主任。不老实。群众说你当过团长。公安员拍着手枪说，群众不懂副官主任是什么官，老问我，我向他们解释，师副官主任和副团长都是中校军阶，只是职务不同，后来传来传去，团长副团长混淆不清。你还干了什么反革命组织？看你坦白不坦白，我已掌握了你的证据。我是伤残由华东野战军医院遣送回家的，没有反共思想，反共言论和反共组织，请调查。已经调查好了，我们共产党对反革命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若坦白交代，我们就从宽处理；你若抗拒交代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做了的事说没做，和没做的事说做了，同样是不坦白。谁检举，请传他当面对质。事从何起？我觉得太渺茫了。反共救国军第3纵队司令官有何许杰检举你的，你若狡赖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公安员突然站起来拍桌子：“何许杰，过去我不认识，现在我也不认识，请当庭对证。顽固，只有死路一条，看你有多大本领，逃出人民的法网。”公安员面对民兵说：“押回碉堡，严密看守。晚上要我睡在碉堡的2楼上，楼上楼下都有民兵看守。我实在太疲倦了，呼呼大叫没有翻过身，民兵们可能没睡好。一晨押回县里，劳动改造的资格已经没有了，关进牢房，继续过每餐1小碗糙米饭。一碗盐汤上面漂浮几片青菜叶的铁窗生活，戒备4是更森严。棉被和衣服都在劳改队，牢里春寒彻骨，度日艰难。写信主妻去劳改队取回送牢房，谁知衣被都丢了。被是新棉絮、新印花棉布套，衣也是新做的便服。劳改队长说，不知谁拐跑了，劳改队的仓库谁能进入？我写了报告，分别成劳改队长和看守所长。劳改队长没回信，看守所长说：“上哪儿去找？”妻走了200多华里路，空去空回，家已穷得赊不到，借不到，只有赶紧替人家做衣服。一针一线挣来微薄的工资，点滴凑合买了1条棉被，才解决寒冷袭击的铁窗生活。培新旅社的老板是一个老好人，为了担保一个犯人监外就医，出了事也关进了牢房，和我关在一起，带入不少消息。他说，和你相斗的6个人，你是最幸运的，其他的都已处决。有一天全县处决40多个人，其中有一个青年学生在日记本上写了毛主席万岁，共产党万岁，世界上没有万岁的人，也没有万岁的党，靠不住。还有一个黄埔17期毕业的名叫何如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他就做生猪买卖，在广州接受了反共救国军的官职，回到家里见情况紧急，啥也没做，都在这批处决了。我有个表妹夫叫袁守和，因继承父母的遗产较多，划了地主。他仅当过3青团乡村基层团支部干事，也以反动党党团骨干处决了，刚毙掉。县里来电话说不要枪毙，要重审重判，可惜晚了。他说，上海回县的旅客说，上海处决犯人最多的一天有1000多人，西安一天也处决800多人。据说处决犯人多少，是中央按地区和人口比例统一安排的。他又说，你的女友小桃也回北方，走时在我旅社住了1晚，想和你见面，看守所不同意。他流着泪委托，我告诉你，华东野战军已寄来证明，已交法院，要你安心等待处理。他原想等你出狱后再做打算，可是政治气候紧张，无法继续待下去。他打算到山东省贸易公司找他舅舅要工作，他希望你自由后到济南找他。听了他说的话，浑身觉得轻松。去年冬因病保外就医，曾屡次劝他北上，自奔前程，免受池鱼之灾。但想起在生死关键时刻，没有他怎能活下来？在漫长的归途中，没有他怎能回到家乡？没有他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向华东野战军要证明，可能已失去坐牢的资格。这些感人肺腑的真情，是不是还有报答的时候？是不是会成为终身的恩情孽债？正反运动像惊涛骇浪，一浪比一浪汹涌，社会风声越来越紧，老是处决犯人，凄惶恐不安，走去找襄平雇农主席团主席的族弟，
解放前和解放时，他生活困难，我家曾给予周济，谁知他翻身不念旧情。妻含着泪水去问他：弟弟，你哥哥会怎样处理？他嘛，枪毙。族弟断然地回答。妻的泪水夺眶而出，背着才4个月的儿子直奔县城，希望能做最后一次见面。他住在培兴旅社，老板告诉他，牢里派出做临时苦工的犯人，都要经过看守所门前的小拱桥，你在那儿等，可能见到他。恰巧这天派我去舂米，妻随后跟着至舂米的民房里。他向看守的枪兵要求将买来的油粑给我吃，获得枪兵的同意。我饿狼似的吃了几口，枪兵催着舂米：你回去吧，好好带着孩子，我的喉咙有些梗阻，你要注意保护身体。他转身用左手反托儿子的屁股，右手掏手拍擦拭眼泪，无力地走出民房。治保人员经常说，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不放走一个坏人。这话多么公正，可是历代的统治者都是这么说的。但错杀的代代有，漏办的也代代有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，宁愿错杀1万，不可漏办1人。我们反正已经关上，身不由己，杀之、刑之、管之、视之，只有听之任之。坐牢的人很敏感，见了带着衣被出狱的犯人，就会联系他的案情去琢磨，是释放还是处决。如果提出不久，偶尔闻到枪声，就会当作为答案。有一次，我听了枪声，触景生情，写了一首诗，叫《狱中闻枪声》。残疾归田几树鸣，刀枪围捕又扬名。牢门一入深如海，昼夜百思冬复春。誓死救国坚日寇，冲锋陷阵恨余生。此身何日成新轨，留取丹心护国魂。为了避免文字之灾，我只牢记在心里，不敢写给别人看，说给别人听。这次坐牢的人大多是有才有艺的，有会作诗绘画的，有会写作书法的，有会唱京剧花鼓剧的，有会做菜酿酒的，还有会说笑话讲故事的。大家各尽所长的谈谈说说唱唱，都希望自己变成糊涂些，忘却自己是在坐牢。我的案件经过1年多的调查，公安局中提交法院了。法院传我审讯，法官坐在审判台上，台下两旁站有很严肃的法警。法官问：你将当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官的前后经过老实交代清楚，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材料都在这里面。法官拍了拍卷宗，继续说：共产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没有这回事，是我最老实的坦白交代。你们既调查有真实的材料，我不承认，也可依法治罪，还可按抗拒从严处理。我们的政策能挽救的人，尽量挽救。你若坦白交代清楚，我们一定从宽处理。请求检举我的人和提供证据的人当庭对质。关于你的问题，我们还会继续调查，如果查到更有力的证据，就无可挽救了。法官态度很庄严，给我一支笔，要我在口供上签了名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做到这里。他走出村米的民房，背着4个月的孩子，显得那样的无力。那一年，一句话可以决定生死，一次探望就可能是最后一面。
有些人活了下来，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很多年后再回望，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遇，而是一代人在风雨年头里的命运。